Hello，我们是一家人，欢迎收看这期的比赛的 Too sorry， 2吗？对啊，那当然是 Too 啊，那你再变一个。嗨，然后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先来聊一聊去年参加那个为了我们的荣耀这个活动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吧。给我一点时间，要重启一下那个时间的记忆。I like this。都说给我面子，不够，这才多少？怎样才能把你留下来？第一期就是在此时此刻的这个位置拍的，当时跳什么来着？当时在练约定，当时在练约定 All Over We。然后你还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准备约定舞蹈的时候，突然间淼叔突击检查我们，他那段没播吧？对。然后当时淼叔过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然后说我们是不光是代表着那个中国这边，我们还代表了整个 GIP 的荣耀。反正就是说让我们珍惜这次微博给的机会。然后当时淼叔来跟我们说完之后，让我们加油之后，然后到后面我觉得我们还算不错。对，接下来先导片结束之后就是第一次见面嘛，我们第一次见各位哥哥姐姐们就整了一个干架的那个无比尬的一个大活。我说实话，那个真的就是我们当时真的就是临场反应的，因为当时那个 timing， 我们所有人的 timing 都没卡上。我们虽然说我们被称之为一个有默契的团伙，但是在当时我们一点默契都没有，我们当时所有的 timing 完全都没有卡上的。没有，当时龙哥刚开始以为他一进来就要开始自我介绍，就要开始吵了，所以他一进来就已经开始酝酿情绪了，就已经开始在那儿摇头晃脑，就在那儿发现我怎么就他一个人在这里搞，然后后面才知道是后面介绍作品的时候我们才整这个。然后其实有一段没放，有一段是我和龙龙，我记得是我俩跑到后面去了，就已经尬不行了，特别好笑。他俩已经，我们就在站在上面，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俩真正的表演，然后实在是到最后那点的时候，还算是不知道是哥哥姐姐们在那个什么哄着我们也好，或者怎么之类的，他是真的被我们吓到了。这种可能性不大。我们自认为啊，最后还算是比较成功。对，说第二次吧，就那个不是那个主题是吃货干饭人。那次是真的，我觉得蛮好玩的。和我们年龄相仿的朋友们，或者比我们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们，大家都在一块儿，就是以一种游玩的形式去拍摄。这种时候你不会觉得这种是在工作，而是就是说真的是和好朋友一起去玩。我很喜欢那种氛围，所以很多人在一起，大家就是闹一闹，笑一笑。还有就是我们在准备舞台的时候嘛，hands up 的时候，其实是前一天晚上，然后我们就对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路演，反正我就觉得我们在舞台上的那个临场反应被大家称之为什么教科书级别的救场反应，但我觉得就是这是每个艺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吧。这话是摄像说的，和波斯尔无关。没有，确实，首先我出于我自己的角度啊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就是因为大家来这里看我的演出，我不可能因为音响的问题而中断我的演出。要是不是特别离谱的那种问题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坚持的把它演完。你就听不下去了，虽然我必须给你鼓个掌。贾伟哥刚刚说到的有一点就是非常享受的一个状态，就很享受那次的经历。就这个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就是拍视频的感觉。很小的时候，我们拍团综啊，拍 SNS 物料啊，就是完全就是纯玩，就完全就不顾及镜头的想法，主要是我们开心就好。然后那小时候就是拥有无限的精力嘛，然后这个玩完这个游戏，下一个游戏还能玩得特别嗨。确实。后面就被哥哥姐姐们说，我们要上了综艺的话，总是不顾镜头，总是很沉浸式的玩，就不知道哪个机会会拍到我们，然后总是背身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第一次上综艺还是挺考验节目组的。怎么说呢？小时候的一些经历还是蛮有趣的吧。这样宝宝在他16岁的年纪已经开始怀念他的童年了，你们呢？没有，我又想起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日记本。就别提了，对，有点尴尬。误 Q 啊，误 Q 我。他特别好笑，就是田哥，因为让我们去到韩国的话要写中文日记，去到中国的话要写韩文日记，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写日记的这个习惯。我没有啊，我一点都没有。当时我们是每个月需要交，然后哥去检查我们写没写，然后当时贾伟哥就是特别好笑，他是把日期都写上去了。
内容一点没写，最多落了2个月还是1个月。2月。第二天哥说要检查，然后他晚上开始补。他特别好笑的是，他看着我们的日记补。那不然我怎么能记着2个月之间每天发生的事儿啊？我们5个其实都比较就是那种顶多会隔个2、3天不写，然后后面再补。但是贾伟哥是很特别，他一隔1个月。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然后当时晚上哥害怕我们没有自控力嘛，然后害怕我们没有睡觉偷玩手机，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要把手机交到客厅里边，然后充电。然后当时贾伟哥他们想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招，他把手机壳，放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是晚上，对，就放到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上的那个地板和那个桌子。然后他就故意这样扣过去，然后插了根线，然后当时他就这样子叠住，就完全就看不到这儿是个空的。然后特别好笑的是，当时我们都开着门睡，然后哥出来检查，我们一听到门就啪，然后立马就装睡，然后哥过来了，然后就站那儿不动，然后我们心跳特别快，然后当时就一直在那趴着，然后趴着，然后田哥一走，然后机器拿出来偷笑看。但说实话，真有田哥在那个走出来一点声音没有，然后玩手机被发现的。就是之前子伟哥还是狗狗玩手机玩得很晚，然后突然田哥进来了，然后他装睡，但是他趴慢了，田哥看见他了，然后他就睡，然后装睡，他就假装听到田哥起来，然后睡醒了的感觉，然后起来之后，哦，嗨哥，特别好笑。还有就是哦，对，当时家伟哥晚上他不是有手机嘛，他偷偷要拿手机，我们不敢拿。当时我狗狗还有家伟哥就睡一张床，而且他觉得不是很挤。对啊，当时我们就挤到3个人，然后挤到一张床上面，然后就在那里看手机。哎呀，我发现我们小时候真的就很可爱。我们小时候感觉我们就是现在想想的话，觉得小时候很可笑的点，就是我们觉得小时候做的事儿都特别天衣无缝，觉得自己小时候没什么事儿。现在想想，小时候好傻呀！就小时候不光是这些事儿，就还有别的事儿。就是之前我们早上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起得很晚，然后我们都是卡着极限去公司的。然后，所以我们早上只有1个卫生间的话，我们怎么洗漱呢？就是大家都挤到一块儿，2个人一起洗澡。我真的好想我们小时候，就所有人即使在一块儿挤，我觉得就也能挤得下。2个人一块儿洗澡，1个人洗脸，轮替着来。真的是这样哦，你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10点上班，都是9点50起，所有人最早的一个是9点45起，基本上都是这样。当时就是有的就是抹把脸，然后就起来了，然后就走了。然后有的要洗澡的话，他就得冲一下，赶紧冲一下头，然后站到一边抹沫子，然后另一个也在冲头，然后抹完之后冲掉，就是那种跟生产链一样的感觉。啊，特别好笑，就那早上跟那个早市儿一样，特别的热闹。因为我们有的会晚出发一点嘛，早出发的话就可以给那些晚出发的带早餐什么的，带一个3角那个包饭，然后再带一个奥利奥经典搭配。对，然后我的话就是一个3角 kimbap，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菠萝碳酸饮料。但是这都是我们去晚了。我们要是如果早上出门，要是什么9点40就出门的那种，我们一般都会直接买个那啥拐角的那个咖啡店那家，就是楼公司门口的，要么去买那个。然后要么就去那个超市去买甜甜圈什么的，能热的东西。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会特别喜欢跟着哥哥们一起，因为中午很多人嘛，然后跟着哥哥们站在庞琛哥他们旁边的话，就会很有安全感。当时我们家公司马路对面有一个那个 Juice，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菲利斯哥也会请我们喝那个饮料，然后就拿着那个就回公司了，跟屁虫一样。我根本想象不到飞哥，虽然已经说过了，但是一提到这种场面的时候，忍不住还再 Q 一次。根本想象不到飞哥第一次进公司的时候，他的那身是多大的牌面，大金链子小手表。然后当时我们跟Kevin 哥玩的比较好，应该就是提 Kevin 哥，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劳德的那个队长。然后当时跟 Kevin 哥玩的特别好，当时哥还给我买那个手机壳啊，然后一起带我们去汉江玩，然后吃泡面，然后订披萨，然后骑车，然后练习的时候也是就是总跟哥用一个练习房。我跟开文是1年的，他是04的，然后我们是说实话，我们关系都挺好。然后 Kevin 哥当时
有点憨憨的感觉。真的也是。我觉得就是比这个聪明一点的。但是开孔真的，他人真的很好。对，他是真的是在带我们把韩国我们没有见过或者玩过的东西带我们去见识去玩，然后给我们讲很多好玩、好多有意思的。我觉得根哥玩过庞参楚吧？玩过吗？就是那个密室逃脱。啊，玩过吧？过吧。但没出来，因为狗哥就是他把那个不小心就不知道怎么就他一动，他那个就自己开了，然后我们解到那一步就懵了。哎，那他怎么能出来这条线索呢？我们都联系不起来。然后最后一问人家，他说啊，原来是跳关了，可能是不小心触发了什么机关。然后在韩国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吧，也非常想念在韩国的哥哥姐姐们。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说挺多了，然后要不然一会儿他们没说的了。那我们今天的比赛 Two Story 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